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喝完。嗨，狄教授，再磨磨蹭蹭，黑魔王就要来了。得快点告诉父亲，他正在主持分院仪式。北京已经有3个村子遭殃了，如果连魔法学院都沦陷，这片大陆就……天书魔法学院分院仪式现在开始。雷安，别紧张，无论你分到哪个学院，爸爸和奶奶都会为你感到骄傲。马库斯和柯文呢？居然迟到！爸爸，外面是黑魔王！快跑！快跑！是黑魔王的军队！快跑！大家快撤离！跑！快跑啊！这混怪是黑魔王的军队！快跑！上，拿下腐朽的魔法学院！好可怕！接下来，太弱了。父亲，不想碰我的学生！是伊拉校长，我们有救了！母亲，老伙计，10年不见还没死。乌娜拉，乌娜拉，圣洁之矛！奶奶打中他了，奶奶赢了！这种孱弱无力的魔法，也想和黑魔法抗衡？奶奶！伊拉，弱者本该为奴，保护他们只会拖累你自己。母亲，保护学生。苟延残喘。巫师的天职，便是消灭黑暗，守护大陆，哪怕代价是我的生命。乌那拉乌拉乌拉，毁灭圣才！血气封印咒！母亲，不！你们3个乖乖听父亲的话。阿拉里克，我走后，你就是校长，要守好学校，照顾好孩子们。母亲，奶奶，不要走！再见。奶奶，奶奶！伊拉，伊拉！今天的神奇动物保护课，我们要学的是……喂，伊拉，我不是让你把这头畜生喂饱吗？畜生，我不是献祭了吗？这是……要不是父亲收养你个麻瓜出身的泥巴种，哪配和我念最顶尖的魔法学校？姐姐，我是在教你认识神奇动物呢，你怎么不学啊？伊拉，你该感恩，贝蒂学业繁重，还愿意指导。伊拉贝蒂，伊拉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你的妹妹？我当初就不该把你捡回来。父亲，别生气了，想必姐姐也不是故意的。我竟然重生到了5年后，
一个和我同名的少女身上，而这是我建立的魔法学校。天书魔法学院校规：一、夜间禁止在走廊游荡；二、不得进入禁林；三、限制在城堡内使用魔法；四、禁止坏你血腥遗迹。你们，这还是我的学校吗？阿拉里克是怎么做事的？她就是阿鲁格教授另一个女儿，没有魅力，成绩还倒数第一。贝蒂名列前5，还是学生会长。他姐姐怎么一副窝囊样？贝蒂，原主养父母的亲生女儿，表面乖顺懂事，实则长期辱原主，抢夺她的家庭地位。乌拉乌拉，滑溜溜。伊拉，小心你的身后啊！这畜生不是什么都吃吗？那就用你来喂吧。小心呐！这怎么会？金鹰马少，这5年已7年了。好了，现在来松松筋骨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也看不好他。伊拉，快住手！你怎么敢？是格里沃斯家的那3位。格里沃斯家。我的天哪！好帅！哇！大帅哥来了！少爷们，这是我那3个孙子。莫非他们就是他们，格里沃斯家族的大帅哥，马库斯少爷，音乐首席，学校未来的继承人，冷酷霸道，铁血，这危险的气场简直绝杀。科文少爷，魁地奇最强追求者，球场燃尽一切，野起来谁都拦不住，这才是体育生的顶级浪漫。还有列安少爷，全科满分的魔法天才 ，IQ 220，还会12种古咒语，这谁比得过？他们真的好帅啊！3个臭小子，多少继承了点我的基因。3位少爷需要我效劳吗？马库，你被开除了。什么情况？你一个学生要开除我？他没长脑子吧？马库斯是校长儿子，有学校1半话事权。你最胆小的大孙，在借家族名士仗势欺人。这巨婴马兽还是柯文的宠物，万怕他会把人当球踢。我最老实的二孙成了以暴制暴的无脑笨蛋，惹到利安才恐怖。他报复心极强，一个咒语就把人传到荒郊野岭。而我最善良的小孙，居然滥用魔法，违背家规，一点都没有家族该有的做派。这时候说我是奶奶，以他们的脑子，应该也不会信。马库斯，看在我爸是代理校长的份上，你就放过姐姐吧。代理校长？我儿子这个真校长去哪儿了？他就是克鲁格教授的养女，我一向尊敬教授，但不管是谁扰乱课堂还伤害同学，必须受罚。你在踩我鞋，给你3秒钟向我道歉。这就是我的鞋向你的鞋道歉的方式。滚啦啦滚啦滚啦！什么？格里沃斯家族的孩子，不好好想着为学生谋利，反而滥用职权做校霸，敢伤我大哥！还不分青红皂白，听信谗言，唯我独尊。装什么大？
做学生就得有个学生样。马库斯，你被倒数第一打败了。不是，是他偷袭，还开除他吗？开个屁！先想办法出去。什么咒来着？你沼泽，沼泽变软。伊拉，你怎么能对3位少爷动手呢？教授，我是自卫。至于这3位，不分青红皂白就滥用权，我是在教他。这3个笨孙，空长个子不长脑子，还是找儿子问问学校情况吧。这泥巴种平时都不敢看我，今天怎么回事？下次一定要让他好看。这生年纪轻轻的，说话却一股老人味儿。不过，他刚刚的动作怎么那么眼熟？是有点熟悉，就好像那咒语我们早就听过。几年不见，还是老样子。还以为再也回不了家了。没想到我还能重生再见到你们，可我现在却是这副模样。什么人，胆闯入格里沃斯家？是你！靠，倒数第一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有啥好舞的？你小时候屁股都是我洗。哼！转头出去！这孩子还是那么容易害羞。你怎么进来的？这里可有最高等级驱逐咒。除了驱逐咒，这还有13道防护，36个机关，48个魔法阵。你怎么知道？这是格里沃斯家族的机密。图书馆禁区的书上写过《纯血家族防护体系设计图》。有这样的书？当然没有，这都是我设计的。光看书就能避开所有陷阱，小看你闯进来想干什么？雪莉，小心，他会伤人。雪莉，这猫头鹰是我奶奶的宠物，从不靠近陌生人，他怎么会认识你？一定是雪莉太老，认错人了吧？还以为他能认出我。阿拉里克在哪儿？带我去见他。学生无礼，不能直呼校长名字。哼，所以他还是校长。有他在，学校怎么会这么乱？让我去见他。这倒数第一害我丢这么大的脸，还想让我听他的？马库斯少爷才不会带让我来吗？他在这快昏迷3年了。里克，我的儿子，我牺牲自己是为了保护你们，才5年你就受了这样的苦。怎么回事？3年前，近邻有学生遇袭，他亲自去救，人是救回来了，自己就昏迷不醒，最好的治疗师都没办法。救学生？
是啊，他很爱这所学校。是啊，好校长，好巫师，就是做不了好父亲。你在怪你父亲？奶奶走后，他便把我们当士兵训练。可还没练成，他就倒下了。一夜之间，所有人都认为格里沃斯完蛋了。我是长子，我必须撑着。怪他，不，我没时间。啊，原来这孩子过得也不容易。这3年，他一定很害怕，很孤独吧？我的马库斯。够了，我知道所有新生都憧憬伟大的校长，可惜他现在就这样。把药给我，你可以走了。药？房子的秘密是贝蒂告诉你的吧？这3年，克鲁格教授一直在为父亲调配苏醒药剂，是贝蒂常来送药。没有他们，父亲早就……我一个人管不好学校，所以教授才会帮忙代理校长。学校这么乱，是因为旅客根本管不了。等等，他一昏迷就有人送药，这个辈子我不是来送药的，以后也不需要。他不是生病，是被下咒了。你说什么？这咒只有大陆最强的咒术师才能解。凭什么这么肯定？你到底是谁？瞳孔不畏光，还有魔力残留，麻瓜都能看出这不是生病。马库斯·格里沃斯，身为长子。马库斯·格里沃斯，身为长子，就不能动动脑子吗？奶奶，我错了啊！马克思，你终于认出……不，你什么都别说。我刚才那个是条件反射，原生家庭阴影。我想说，其实我就是……怎么会给一个小女生下跪？我真是疯了！我现在说话你能听得到吗？算了，必须联系这位咒术师，给他写信，他或许会来帮忙。对，写信，快去！不是，这是我家还是你家？你跟我家猫头鹰马上这么熟了？他喜欢我。去北京，快去快回。雪莉连我都捉，却在和他撒娇。这女生究竟是什么来头？知道诅咒，熟悉我家，看出父亲是中招还那么伤心，难道他和我父亲有什么联系？以后别再吃贝蒂送来的任何东西。可是克鲁格教授说……听我的。这个家的主人是马库斯少爷，他才不会再听你……听他的。以后我每天放学都会来看校长，给我备晚饭。维克托才不会听你。听他的。好，维克托知道了。少爷，您怎么会听一个女孩的命令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给我一种莫名的亲切感，好像我就该听他的话。父亲，他回来了。你居然敢在学校公然欺负你妹妹，还得罪了格里沃斯家族。是他先用神奇动物。闭嘴！我好不容易取得那3个男孩信任，你却在我准备任职校长的关键时刻添乱。原来如此，利用阿拉里克婚礼接近3个孩子，获取信任，最后名正言顺偷走我的学习，好算计。让你入学是为了帮贝蒂维护学生会，我才能从代理变正式校长。姐姐，记住，帮我是你唯一的价值。都一把年纪了，还想着鸠占鹊城，贪心者终被雀啄。
什么意思？找本书查查吧。这不孝女，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！哼，这水平也想拿走我的学校，做梦！这是黑魔法，黑魔法自黑魔王沉睡后就消失了，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他们陆家果然有问题。明日黄昏，进临温室，将东西带，别让我等。是谁能残留这么多黑魔法？实力不菲。原来克鲁格在为黑巫师办事，得提前埋伏，揪出这黑巫师。老大，你们三兄弟真被一个小女生揍趴了！我靠，叱咤球场的老大也会输给女人？那是我在让他。一群单身狗，你们还真以为他单纯是在揍？都把你喂食人花了，不是看你太欠揍，还能是什么？就是你们都快毕业了还单身的原因。哼，他是暗恋我才故意得罪我，好吸引我注意他这个平平无奇的麻瓜巫师。照你这么说，他那天打你们三兄弟是暗恋你们三个人了？懂个屁！他那天打我打得最狠，肯定最喜欢我。我那两个兄弟就是个掩护。老大，你是不是被打傻了呀？打个赌。只要我追他，他一定会上赶着跟我在一起。等他爱我爱到无法自拔，我再当众甩了他，让他知道。柯文，求求你了，没有你我怎么活？我，科文·格里沃斯，100年来最有人气的天才投球手，他高不可攀的高贵王子，不是他想得罪就能得罪的。唉，能短暂拥有我，算他一拉中大奖了。喂，你刚刚说我中了什么？上啊，老大！中我的丘比特之箭！哇！什么？听不懂吗？我是说，本少爷同意了。哼，就给你个和我在一起的机会。你脑子被食人花吃光了吧？别装了，你那天故意打我，不就是喜欢我，想让我注意到你吗？我明白，爱上我是人之常情。你疯了吗？你这个女人竟然敢这样对我！不好好学习，发什么神经？我很忙，别挡道。老大，你没事吧？老大，你还好吧？老大，先起来。老大，他这看着也不喜欢你啊。你懂什么？他这是被我戳穿，恼羞成怒了。等我在全校面前向他表白，看他还怎么拒绝我。信上提到的东西家里没有，只能在学校里。校长室处于城堡最顶层，透过这扇窗户可以一览无遗学校景色。阿拉霍洞开，这是蛇怪的眼珠，能够解除封印咒的魂器之一。他们是想唤醒黑魔王，看来还不能动克鲁克，得先揪出他背后的黑巫师，查清其他魂器的下落，得立刻去禁令。糟了！
这个孙子发什么疯？再让他有暴怒！会长，快看，陆文少爷在全校面前向你表白了，好浪漫啊！这小子终究还是……柯文，你喜欢我怎么不早说啊？或许我还能考虑一下答应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来了，大哥。伊拉布莱顿，这是我精心为你挑的礼，光轮8000。柯文喜欢的不是会长吗？怎么会是另一个布莱顿？我喜欢你，跟我交往吧。你这个不孝孙！和说好的不一样啊！不让你整街打球，让你不学无术，让你早恋！你这个臭小子！不行，这里是男人的尊严，不能打！柯文，让你和哥哥学坏，让你闯进地狱，让你偷魔杖，我错了。豆豆，大鹏怎么似曾相识啊？连这动感也这么熟悉。好你个柯文，A 大 A 小，骚扰你同学骚扰到我头上了，这感觉难道是奶奶？格里沃斯家的二少爷被一个低年级小女生打成这样，还是年级倒数第一的泥巴主，丢人，太丢人了！都怕被少爷打出幻觉了。一郎，拒绝我，你会后悔的。少爷，李安，你来的正好。哥哥，你又被打了？什么叫又？你不也被打过吗？先帮帮哥。是他在学校里故意挑衅我们家族。又是你，伊拉布莱顿，身为低年级学生，公然殴打高年级学长，还是格里沃斯家族的成员。看来得有人教教你，什么叫尊重。没错，确实得有人教教你什么叫尊重。天哪，怎么办啊？完了，利安少爷生气了，他可是学生里魔力最强的巫师，那低年级的死定了。我早已精通大陆最强巫师的自创咒语，你现在认错，我还能考虑从轻处罚，否则……哦，是吗？你都学了什么？古纳拉叽里呱啦，雷霆束缚。高阶咒语，好厉害！不愧是利安少爷，年纪轻轻就会这么多传奇咒语。还没完呢，古纳拉叽里呱啦，冰封千里。快跑！快跑！这咒语范围居然那么大，这还是学生吗？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利安少爷真正的实力。哼，不自量力，把他带去医疗室吧。快跑！没看错吧？他居然挡住了利安的咒语！不对，还有念咒吗？无声是咒，
就连教授也未必能做，你怎么可能？连咒语都记不全，李安，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，爱耍小聪明骗人。你说什么？奶奶，教我你自创的咒语嘛。这个太难了，你现在还学不了。奶奶不是说我最聪明吗？我一定能学会。好吧，奶奶念一遍，但你要记牢了，这咒语必须念清前缀。咒语前缀是……你到底是谁？我当然是……其实我……姐姐，够了！我知道你不甘心活在我的阴影里，但你也不能为了吸引大家关注就扰乱学校秩序啊！你私底下调查我，才会知道我的过去。有完没完？我现在没空陪你们闹。你居然敢！上课时间，为什么都聚在这儿？马库斯，你来的正好。我姐姐不知被什么迷惑，突然在大家面前捣乱，把柯文打了一顿，还对丽安说奇怪的话。也不知道姐姐是怎么了，马库斯，你可一定要帮她清醒过来啊！连我这样的超级大帅哥都能拒绝，这一定有古怪。他确实有些奇怪。敢得罪格里沃斯家族，他这次死定了。我觉得他没问题。啊，大哥，大哥！马库斯，你……看来我的乖孙还是挺懂事的。哼，没事招上他干嘛？连禁书都不会，又会是奇怪不法的。这么大人了，还想用起哄追女生？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。可是，还有你，3岁学的咒语也敢用，不把学校炸了，我就谢谢你。马库斯居然站在了泥巴种贱货那边，难道他也喜欢上伊拉了？妹妹，脑子不太清醒的人应该是你吧？住口！你以为用些花言巧语骗过他们就没事了？我可是学生会长，有责任维护校规。在学校弄出这么大乱子，我必须替师兄们好好收拾你。这倒是试探他有没有接触黑魔法的好机会。怎么吓怕了？你个连战斗咒语都不会的泥巴种！学生会长，好大的威风！不如我们打个赌，我要是输了，我就退学；你要是输了，就把会长之位让给我。哼，你想逼我放过你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是什么实力我还不清楚。这个赌我接受。除你武技！哼！啊！哼！人头石化！火焰熊熊！啊！小心！我们真想让他受伤啊！这怎么可能？你的水平也就这样了。这是光是咒语前缀是古纳拉，古纳拉，乌拉乌拉，圣光。这是最强巫师的魔力，只有奶奶能念出的自创咒语。尔里库鲁布。
幸好没打起来。上课时间，这是在闹什么呀？教授，伊拉又开始用一些奇怪的魔法攻击同学，他打我就算了，还打伤了格里沃斯他们3兄弟。他没打我，别扯上我啊！我好歹是大少爷，别再毁我名声了。伊拉，又是你，音院扣50分，你到底在用什么危险魔法？只是简单的石化咒。好像确实没看到他的魔法有什么效果。刚才那么吓人，一定是错觉。好吧，虽然你的魔法没造成什么实质伤害，但你3番2次惹是生非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就罚你去霍格莫斯村帮学校采购魔法材料。月光草20株，龙血兰10瓶，幽冥花根5公斤，冰霜蜘蛛丝3卷，还有银月粉、星辰露、梦魇之尘，总共87种材料，今天之内送回来。87种，这是要跑遍整个霍格莫斯啊！哎呀，姐姐，你做了这么多错事，教授只是罚你做点苦力，已经算开恩了呢。要是我，早就让你滚蛋了，浪费时间，我还怎么去埋伏黑巫师？他连教授都想打，还要靠他和咒术师的关系呢。身为鹰院首席，我有责任帮助低年级学生。我陪你去。我大哥居然会对女生主动！可恶！你竟然竟敢勾引马库斯，一个低贱的泥巴种，也配挤掉我大圣格里沃斯？想都别想！我魔法是真的，那个咒语就是奶奶的，怎么可能？学校竟出了只小老鼠，得在主人发现前清理干净。伊拉小姐，你今天在学校的行为简直就是一场灾难！决斗、危险魔法、惊动教授，这给我和学校管理带来很大麻烦。你2个弟弟不分场合找我麻烦，你不去教育他们，跑来和我说麻烦。我帮你是因为你好像懂我父亲的状况，可别误会我真站在你这边。还以为你作为长子能开点窍，结果扭头就暴露原因。这个家教到底是谁教？你连自己妹妹都打，还什么家教？马库斯，你连自己父亲中咒都看不出来，得亏他教了你这么多年。睁大，动脑，看清谁在帮你，谁在利用你。不是，该是我这个首席教育他吗？怎么又是我被骂？就我为什么会觉得他说的对？我一定是疯了！赶紧把他赶出学校吧！喂，清单在我这儿，你知道去哪儿吗？太开心了！别管那些乱七八糟的烦恼，快乐才是最重要的。自动清洁傀儡，体积小这么多，用了微型比例微壳虫。是快叫闪闪，我们要买的东西在那边。
我们到了。放开我！时时窥镜，跨地域的，5年前这还是理论。这是自动星象预言机，竟然连星体运转的演算都能瞬间完成。短短5年，魔法居然有这么多技能啊！哎呀，天书的小厨娘，音院的，我以为音院至少懂贵重物品，非擒勿动。霍凯南这家伙，对学生还是这么刻薄。看看而已。你们家对贵重的定义，从消尸柜变成这些观测玩具了？无知，这可是前沿炼金术和预言学的结晶，价格嘛，不是你这种穷学生买得起的。去隔壁买糖去。来者是客，你们店倒好，没什么好货，还要把顾客赶走。放下！这窥视球150加龙，弄坏了你赔得起吗？我要是说能现场给你做一个呢？什么？现场做一个？大家听听，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在说什么疯话？最新一代的窥视球，小姑娘，你知道这是多少炼金术师花了3年才攻破的跨空间同步难题吗？唉，天书学院现在的学生吹牛都不打草稿了。你立刻把球放下，然后滚出去，不然我就通知你们学校，不，通知魔法部，说你蓄意毁坏贵重物品，企图盗窃前沿技术，听到没有？放下，赔钱，不然让你退学。材料的话，要个水晶球、空间符文石、记忆水晶碎片，还有连接用的媒介。别碰我的东西，那也要5个加龙。哼。哦，他还知道需要空间符文石，可惜那些是次品，魔力早易散。月长石本正好。住手！那些是我准备退货的瑕疵品。你再敢乱动，我真叫了。看他装的还挺像，一会儿看怎么收场啊！你敢在我的店里用魔法？要是炸了我的店，我绝对饶不了。银光闪烁。这居然真的现场做出了窥视球啊！梅林的胡子呀，这符文的精度、坐标的稳定性，画面比我进的那批货还清晰。让我看看，这魔力顺畅度完全没有市面上那种延迟。哇，天哪！他真用那些瑕疵料，随手一点就做出来了。这东西够买你店里的贵重玩意儿了吧？够了。哎呀，这位小姐真是天才，天书学院是出了个100年不遇的神童啊！未来抗击黑魔法后继有人了。我刚才就觉得这小姑娘气质不凡，一看就是能做大事的。我早就想说，有些店家就是狗眼看人低。傅凯南，以后天书的学生通通打8折。嘿，你个小丫头，凭什么？我知道了，这眼神怎么那么像以前那个总来找麻烦的天书老校长？算了，真厉害，不过这球做的真绝了，连下了封印的地方都能窥见。啊！
什么？黑巫师，我本该去埋伏他，都怪我的傻孙子，害我只能待在这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你瞧，我做的，带走不过分吧？不过分，一点都不过分。那个小姐，大师，您能不能再做一个？我出钱200加龙，不，300。我也要，我要能监视我老公有没有去猪头酒吧鬼混的。我定10个，来我店门口。别拉我！我也要。伊拉布莱顿，太厉害了，又在惹什么麻烦？这，你在搞诈骗？大师，我是魔法部神秘事务司的司长塞缪尔·维克多，我诚挚邀请您毕业后，不，现在立刻加入我公司，研究空间魔法，对抗黑暗。我是预言家日报主编，我们需要专题报道，天书神童将是最佳头条。信错店了，这群老头不是应该暴打他，然后我来擦屁股吗？刘涛，我为什么会默认是我给他擦屁股？拿着，没空管这些。加入的事，过几天联系你。马库斯，帮我把清单上所有东西买齐。我是说过要帮你，但是我可没说过要这样帮。马库斯，是。想不到格里沃斯家的大少爷有今天。可是名震全校的大少爷，不许软，不许软的！啊！我说，这些东西不能用漂浮咒吗？锻炼身体。清单上还差什么？10箱黄油啤酒，给学生采购酒？学校管理层是疯了吗？唉，等李克醒来，非要他好好整治不可。呀，看看这是谁？格里沃斯家的大少爷，今天怎么亲自来我这小地方了？学校采购10箱黄油啤酒，老规矩。好嘞，哼，还带了个小帮手。不对，这气氛可不像普通同学。还气氛？他就是个能把我气死的。听见了，大少爷，麻烦快点，我还要回学校交作业。倒数第一还要交作业？哼，你连倒数第一都打不过，是不是该好好反省？快点装货！哎呦，马库斯少爷这表情我可是头一回见。这小姑娘居然能把你训得服服帖帖的。罗斯女士，唉，重生回来最大的祸居然是教育这3个长歪的孙子，任重道远啊。啊！教授，怎么在这里？哎呀，又来活了。哼！
礼貌，这是薇薇安教授，鹰院新来的魔咒学教授。鹰院都是外人，这么年轻，没印象。马库斯，真巧，这位是……哦，是我们学院的低年级生伊拉，我作为首席，在帮他完成采购任务。这孙子还怕这女人误会呢？哼，一个穷学生也敢跟我比？马库斯还真负责，不过这种任务以后可得自己完成哦。我刚好结束在魔法部的学术会议，没想到能遇见你。您去魔法部开会了，一定是重要课题吧？是啊，关于古代魔文的防御性应用，争论了很久呢。真想听听你的见解，你的实战经验总是能给我启发。我哪有什么见解？您太抬举了。别谦虚了，上次你提到的家族藏书里的古代魔文变体，就帮了我大忙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你好像说过，家里有一本秘境魔文孤本。哦，对，就在家族书库。您需要的话，我下次带来。秘境魔文孤本，那不是我当年从北欧秘境带回来的手抄本吗？现存不到3本，这孙子！那怎么行？太珍贵了，我不能收。不珍贵，凤家里也是落灰，您能拿来用，是他的荣幸。你呀，总是这么热心。要是我的学生都像你这样，该多好。这个也能辅助测算，您也拿去用吧。这不是我留给李克的星象仪，这败家孙子！唉，上次回家就觉得家里空荡荡的，还以为遭贼了，搞半天是家贼。啊，教授是吧？哼，擅自收取与教学无关的魔法物品，让学校知道了会怎么样呢？什么？国际魔法教育公约第3章第7条，教职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学生及其家庭索取、收受与教学无关的珍贵魔法物品。你刚刚是在干什么？同学，你误会了。我只是和马库斯探讨学术，他主动提出。哼，探讨学术需要索阅他家族的孤本珍藏？你的研究课题怕不是格里沃斯家族的藏书范围吧？你是在质疑一位教授的学术操守？只是提醒你，为人师表，举止更应端庄。像收礼这种行为，传出去对教授您在魔法部的声誉不好。毕竟您刚开完会回来。马库斯，你这位学妹想象力未免太丰富了。看来你作为首席，对低年级生的规矩教育还不太够。教授，伊拉他不是……马库斯，你可是长子，不该守着家族资产，维护家族尊严吗？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教授，学术交流欢迎，但分寸，请自重。这些东西格里沃斯家无外借。这小丫头，仗着马库斯照顾，竟敢给我摆格里沃斯女主人的谱，还真是小瞧她。这个教授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跟学生在酒吧里就不妥。就是，真没分寸，还为人师表呢。看来今天不太方便。马库斯，我还有咒语要研究，先回学校了。你有空记得来我办公室。唉，总算赶跑了。这傻孙子段位这么低，还敢和他玩，这下认清了吧？伊拉布莱顿，我真是疯了！居然真以为你在帮我们家！哼！唉，这眼下的恋爱脑没救了。大哥，兄弟妻不可欺呀！你要追到他，我在小弟面前还怎么混呢？不行，不能输给大哥。嘿，唉，又来。刚才的事我都看着了，大哥那人
就这样，死要面子，不识好人心。但我就不一样了，我比他懂你。哦，全校表白是我太冲动，害你在大家面前难堪了。给我一个机会弥补，我保证比那个只会装腔作势的大哥哥做得好100倍。怎么样？要不要考虑一下真正的强者？唉，一个认不出绿茶，一个认不出奶奶，到底谁更令人头疼？只要没打我就有戏。3、2、1，我就知道哥的魅力，你知道。二少爷，你真讨厌，怎么可以偷亲人家啦？不过人家好开心哦。嘿嘿，二少爷与巨人的倾城之恋，头条有了。放开我！你这个粗鲁的家伙！算了，就当今天是孙子教育课吧。连黑魔法书都没有提过的死而复生，还是完全不同的身体。没错，李安，你只是太累，出现幻觉了。那小丫头怎么可能是抛弃我们的奶奶呢？对，绝对不可能。什么不可能？奶，奶，李安，宝贝，怎么了？啊！能气不能气，毕竟是自己孙子，打坏了还是我心疼。算了，还是看儿子去。李克，妈妈回来了。就是你的3个儿子还是没认出我。马库斯被个心机女教授迷得晕头转向，柯文以为我在跟他玩欲擒故纵。唉，黎安更离谱，在研究我是不是他的精神病幻觉。我知道我不在的这5年，你一个人撑着这个家，还有学校，一定很辛苦。我把担子丢给你，自己选了条轻松的路。对不起，但现在我回来了，黑魔王的爪牙又开始活动，学校也变得一团糟。我需要你醒来，李克，妈妈需要你。这3个傻小子更需要他们的父亲。黑魔法风暴？怎么可能？糟糕，是那黑巫师在行动。不是幻觉，魔力残留还在，必须去精灵那边看看。马库斯，你让开！这是柯文的巨鹰马兽，他的心脏被挖掉了。蛇怪之眼，巨鹰马兽之息。黑巫师收集到了第2件复活魂器材料，进度比我想的还快。装的挺像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具尸体是今天下午我和薇薇安教授在近邻边缘发现的。教授用专业的探测魔法检查过，尸体上残留着未知魔力痕迹。是那女人检测的。哼，一个魔咒学教授还会魔力鉴定。别转移话题。最近接触过这头巨鹰马兽，有使用古怪魔法的人，
除了你还有谁？上次在保护神奇动物课，你就能控制它。所以，你在怀疑我？你一个来历不明、自称懂咒术的新生，自从你出现，学校就没安宁过。你质疑教授，用危险魔法攻击同学，还插手我的家事，有理由怀疑你的目的。哼，好，很好，马库斯·格里沃斯。我本以为你只是被蒙蔽了眼睛，现在看来你是连脑子都被人换掉了。这学校还是换个有眼睛的人管理吧。你这段时间别再来我家了。少爷，老爷他醒了。父亲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维克托不知道，老爷刚刚突然睁眼，维克托拦不住雪莉，他冲进来扔了盒子，然后就这样了。这武器是黑魔法吗？快去请克鲁格教授，他能治疗。慢着，咒术师送来的解咒道具被雪莉启动了，李克是处于解咒的反噬状态。让开！是让你走吗？你现在是杀害神奇动物的最大嫌疑人，还想碰我父亲？这是高阶诅咒被强行解除时引发的魔法逆流，再干预，他的灵魂会被怨念撕碎。你想害死你父亲吗？先镇住，李克，妈妈在这儿。乌那拉乌拉乌拉，精灵敌魂。李克，妈妈，好，妈妈，我认错人了，可我分明听到妈妈的咒语。李克，自从妈妈去世，再也没人这样叫我了。李克，你没认错，我是妈妈。同学，别开这种玩笑。我的妈妈5年前就牺牲了，因为那咒语是世间最强大的献祭封印咒，也是给某个7岁的小混蛋除掉一身孢子的清除咒。啊！7岁那年，我调皮溜进禁林，沾了一身哭嚎疼的孢子，这事只有我和妈妈知道。是啊，特咒本是为你发明，可没想到最后一次用过，却让你失去了妈妈。妈妈，没错，真的是你，妈妈。没想到我离开会让你过得这么辛苦，李克。维克托是不是也糊涂了？校长老爷叫那个小姑娘妈妈。我一定是还没睡醒，或者中了混淆咒。拉库斯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过来。叫奶奶。父亲，你说她是我奶奶？父亲，您是不是诅咒没清干净？脑子有点……干嘛？还想咒你老子多混几年？不是，父亲您看清楚，她叫伊拉布莱顿，学院的学生，我的后辈，一个18岁的小姑娘，她怎么可能是奶奶？这违反一切魔法常理。魔法常理？你老子我昏迷3年突然醒了，这讲常理吗？我凭直觉，她就是我妈。父亲，您好歹是学那么多年魔法的人，讲点科学呀！啊，这傻孙子，魔法有科学可言吗？妈妈，您还记得马库斯小时候把魔法烟花绑在3头犬的尾巴上？马上就好，很快就能看到漂亮的烟火了。差点把它炸上天了。
记得后来三头犬再也没出过狗窝。不是，这都多少年的事了？还有，他刚入学那年，就因为您批评他几句，他气得宣布要做一个无情的学习机器，让我们都后悔。结果第2天就放弃了，因为太困。嘿嘿，维克托也记得，少爷睡了1天1夜。嘿嘿。等等，他怎么会连这个也知道？还有啊，马库斯小时候被您夸长得漂亮，自己找了套裙子。停，别说了，我信还不成吗？怎样？现在知道他是谁了吧？我奶，这是真的？还是小儿子随我聪明，一眼就能认出来？不是吧，弟弟，你真的信？李安，是我啊，奶奶，李安，我撤回，这抗压能力一点也不像我。他一定是太激动了。父亲，奶奶，我先去带他休息。唉，我这副样子，也难怪孩子们吓的。妈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清楚，只记得我刚封印黑魔王，就重生到了5年后这和我同名的女孩身上，样貌也和我年轻时一样，是一模一样。这一定是魔法对您的回应。既然给了我第2次机会，我就会和以前一样，守护该守护的一切。唉，都怪我昏迷这么久，学校一定乱套了。唉，是乱套了。看你那3个儿子，没一个听话的。还有你中的咒，我怀疑和克鲁格布莱顿有关。他在和校内潜伏的黑巫师勾结，想唤醒黑魔王。唤醒？他们到哪一步了？4件魂系，他们已经到手2件，还剩2件，我还没算出来。李克，你得继续装昏迷，这样才能观察克鲁格的行动，抓到真正的黑巫师。好的，妈妈，都听您的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李克身体还需要调理，我搬过来住，方便照顾你们几个。爸！臭小子，怎么跟你奶奶说话呢？她不住家里，住哪儿？李克，你怎么就下床了？你需要休息。妈妈，我没事儿，睡了3年，骨头都生锈了。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给您做顿早饭。你的心意我明白，但身体要紧。妈妈，这5年，我每天都盼着能在厨房闻到您烤的司康饼的香味儿。现在您回来了，就让我做点儿子该做的事吧。唉，好吧，但做完就得去躺着。好嘞。我是不是还在做梦啊？那个能用1句话让魔法部官员闭嘴的父亲，居然会做早餐。李安，奶，他以后住家里。他才不是奶奶，随便你们吧。我上学了。唉，利安，这孩子什么时候这样了？利安堂，自从奶奶走后，就一直发狂学习古代魔法和黑魔法防御术，有点钻牛角尖儿。他需要时间。
该死！老子居然被那金刚巨人缠了一晚上！你怎么在我家？哦，你昨天在酒吧当众拒绝，害我伤心了一夜。原来是玩欲擒故纵啊！结果想我想的不行，还是忍不住跟踪我，追到家里来了。你说谁跟踪你？鬼啊！什么鬼？我是你老爸。老爸，你醒了！哎呀，真是双喜临门。正好我给你介绍介绍。哎，这个是我爸，说不定以后也是你爸呢。快起来！嘿嘿嘿，老爸，这女生喜欢我，但是我还没想这么快带她回家呢。胡说八道！那是你奶奶，亲妈。哎，什么奶奶？真是白教你了。爸爸的妈妈不就是奶奶吗？爸，你睡傻了吧？奶奶5年前就牺牲了呀。她就是个学生，比我还小。是因为魔法本身的意志，才会让你奶奶以这种方式回来帮助我们。哪有这种魔法呀？不会得不到我的人，当我奶奶曲线救国是吧？说话就说话，拿玩具是当我3岁小孩啊？是毛飞贼，妈妈您还记得，这是您以前给柯文做的玩具啊。这是限定版魁地奇手办，这玩意儿我多的是，你那些可不会动。闭嘴！我才不会因为这些东西就承认它是我。这是奶奶给我做的第一把扫帚，我一直在找它，怎么会？现在知道爸爸的妈妈是谁了吗？奶奶。莱斯，我刚是承认她就是我奶奶了吗？可是前几天我一直在追她，表白，还亲了她。不，我到底都做了什么呀？前几天是谁在全校面前给奶奶又是送花又是光轮8000表白来着？怎么不继续了？哎呀，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傻儿子，连自己奶奶都认不出来。不，我才不会承认她就是我奶奶呢。哼，不管承不承认，她就是你们奶奶。你俩在学校必须保护好她，寸步不离，把奶奶给我伺候好了。寸步不离？您是要我这个首席和她上低年级课程？都说了叫奶奶，现在送你们奶奶去上学。这不是真的吧，大哥？你就这么接受这个设定了？父亲是认真的，他确实知道太多只有奶奶才知道的事，而且父亲说了，不听奶奶话的后果很严重。妈妈，这是午餐，您别饿着。爸，我们呢？父亲，我们呢？你们俩照顾好奶奶，从今天起，你们的零花钱由奶奶来发。什么？不要啊！我那光轮8000的分期尾款还没付清呢。阿拉里克校长居然醒了，还对那泥巴种这么好，难道校长想让他嫁入最高贵的纯血家族？我花了这么多心思勾引马库斯，就快拿到格里沃斯的魔法资源和地位了，绝不能让一个莫名出现的泥巴种抢了去。
真的是马库斯首席，他怎么会降临我们低年级的课堂？柯文少爷也在，可他们为什么会坐倒数第一旁边？凭什么是他？那个泥巴种，打架惹事，还敢勾引全校最帅的男人。我姐姐就是这样，手段高明，自己学习垫底，就使计谋欺骗2位少爷，把他们都给迷惑了。听说了吗？真的假的？安静！天啊，马库斯少爷生气的样子也好帅，被他用这种眼神瞪，爽死了。这就是天才巫师的压迫感吗？骂我也愿意。老大，什么情况？你不是说要让他好看吗？怎么还当上保镖了？不知道。这节是薇薇安的课，我知道你对他有意见，但别影响他上课好吗？在你眼里，我只会和年轻人无理取闹是吗？你不就当着许多人的面诋毁过他吗？他只是太想做出研究成果，又有什么错？哼，好，你爱信谁信谁，我不会再管。马库斯居然陪那泥巴种上课，他是真对他有意思。不行，要抓紧拿下马库斯，不能让那贱货抢走我的地位。毕竟阿拉里克已经醒了。你说阿拉里克醒了？啊！克鲁格教授，是您啊，吓我一跳。原来校长已经醒了，难怪会有老鼠在学校乱窜。薇薇安，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以我代理校长的权利，帮你促成和马库斯的好事，并不难。教授是想让我做什么？聪明。格里沃斯的藏宝库里有一件我感兴趣的小东西，凤凰眼泪精华，把它带给我。他们的藏宝库守卫森严，我怎么进得去？这样真的行？她好歹是你名义上的养女。放手去做吧，不听我命令的女儿就该好好惩罚。马库斯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哦，教授，我觉得古代魔法的基础还需要巩固，所以来听课。真是勤奋的好孩子，请坐吧。真的要把家族交给这个恋爱脑吗？今天我们来学改良版的古代安抚咒语，它对稳定精神、抵御低阶迷惑魔法有奇效。这不是我发明的咒语吗？但关键部分却被他扭曲了。这样一来，安抚咒变成了攻击咒。他怎么会犯这种致命错误？这咒语是错的，不能练。伊拉同学，你是在说我教错了？这3节点的符文应该是正好相反的词。切，他以为他是谁呀？敢指挥教授上课？拜托，坐下。这个咒语念错，会给施咒巫师带来不可逆转的精神伤害。我必须纠正你。你说我错了，那请你上来，告诉大家正确咒语。正确的符文应该是这样：古纳拉，灵光流转。伊拉，你居然敢攻击教授！太过分了！怎么这样？总是在惹是生非，太离谱了！咒语被偏转了，这样的反弹效果，只有我当年做的守护者胸针才有。他怎么会有那个？教授，你没事吧？痛不痛？哦，忘了我有个会偷家送人的孙子了。姐姐，你以为看了几本破魔法书就了不起了？还敢教教授咒语？念了个破咒语，把教授都弄伤了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我们都看见了，是你先挑战教授权威，然后施法导致教授受伤的。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他不是被我的咒语打伤的。
伊拉，他是在你念咒后被魔法所伤，除了你，再没人用魔法。我知道你对他不满，但也不能平白无故伤人呢。在场的学生都不知道魔力胸针的作用，解释反而会暴露我的身份。马库斯，别怪伊拉同学，他只是学习心切。教授，你都受伤了还替人说话？我知道他最近一直在研读古代魔法典籍，大概是太想证明自己了。那些书都是我编的，还用看？我是在研究复活魂器，拿着点过时知识就以为自己能指点教授，结果学艺不精，咒语反噬，还伤到了教授。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姐姐？你还是做好学生该做的事吧，毕竟时代不一样了。我不管了，等这傻孙被骗得倾家荡产，自然就知道教训了。泥巴种就是泥巴种，以为靠点小聪明就能攀上格里沃斯，得到他们的保护，愚蠢。他能不能得到格里沃斯家的保护，是我说了算。再敢造谣，别怪我打女人。你不是被他拒绝了吗？怎么还像块狗皮膏药？你们格里沃斯现在连血统都不在乎了？你倒是纯血，不照样被伊拉3两下打趴？实力不行就少拿血统说事儿，丢人。就是，柯文少爷说的对呀，技不如人还恼羞成怒。我迟早会让你们好看。终于有个孙子正常点了。大哥就这样，真把自己当苦情男神了。我可比他听话多了，这不上课刚好。走，兄弟们，球场练2圈。好嘞，这课就不该来，看得我头大。有这时间，不如多泡几个美女，打几轮魁地奇。就你们这样，成天只知道玩乐，让黑巫师打进来怎么办？怕什么？到时候本少爷骑着光轮8000，带着一队游走球冲过去，砰砰砰，给他们全部炸死。这叫物理超度。柯文，从现在起，再逃1次课，扣1000零花钱。我操，1000？你来真的？说脏话，再扣100。那不是你不能真说了算吗？第一次见老大对一个女人这么服软，这妞该不会真成我们大嫂吧？大什么嫂？这是我祖宗。不过学校确实不对劲，学生们学的魔法都偏离了教科书，看起来就像是有人在故意误导学生，降低学校魔法水平。教授，我能帮你什么吗？只是精神受了点冲击，需要魔力滋养。不过古籍里有提到凤凰眼泪精华可以治我的伤，听说你家好像有。马库斯，你能帮我拿吗？凤凰眼泪？可这好像是奶奶的遗物啊！教授，我是很想帮你，可这东西是我奶奶的遗物，贸然拿出来好像不太好。没事的，放在藏宝库也是落灰，不如在我手中，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。可万一用不好，发生意外怎么办？唉，马库斯，你不是说你可以帮我吗？当我没说完，这点伤会慢慢好起来的，只是可能会留下后遗症。等等，我去哪？只要能治好你，我什么都愿意。马库斯，谢谢你，你果然是值得依靠的男人。希拉对薇薇安意见那么大，告诉他肯定不行，只是拿出来一会儿，用完就放回去，没人会发现。就是这个，
爷，这可是伊拉大人留下的东西，您不能拿走。我会还回来。啊，可伊拉大人就在楼上，他不会同意的。我叫他奶奶只是为了哄父亲开心。到底是谁还没定论呢？格里沃斯家族的事儿，什么时候轮到一个身份不明的女巫插手了？教授，马库斯，你真的为我拿来了，你对我真好。能帮到您就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真是个蠢货，连自己的传家宝也随手往外送。克鲁格教授，你要的东西我拿到了。哼，做得好。这是极魂水晶，可以汲取周围巫师的魔力化为己用，还能帮你保持现在的模样，你可要好好利用。有了它，我就可以跻身高级巫师，嫁入格里沃斯，获得一切。真是谢谢你。不过，您要那东西有什么用？不该打听的事就别打听，乖乖做你的巫师去。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？Nigdrum, Umbra, Exsurge. 主人，还差一个，您要的红器就齐了。黑魔法？难道克鲁格找到了第3件魂器？妈妈，我感觉到一股很强的黑魔力。出什么事了？第1件蛇怪之眼，象征感知；第2件巨鹰马兽之心，象征生命；第3件应该是象征灵魂的东西。啊！凤凰眼泪精华，李克，他还在宝库吗？我很久没有查看过了。马库斯来过不少次宝库，每次来都背着大包小包去的。李克，你儿子还真大方，眼都不眨就把整个家送出去了。这个混账！老爷，是马库斯少爷，他今晚偷偷进来，强行拿走了眼泪瓶子，维克托拦不住他。我这就去把他抓回来。你想教训他？这几年就是你这么教训，才把他教成现在这副是非不分、引狼入室的样子。还是我来吧，孙子不听话就得让奶奶教。什么叫代价？你怎么在这儿？马库斯·格里沃斯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！啊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把凤凰眼泪给了外人，那是黑魔王复活必须的第3件魂器。现在黑魔力已经汇聚，仪式一旦完成，整个魔法界都将面临浩劫。什么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把疗伤的药给了薇薇安。
他被你打的伤，现在还没好。哼，你关心一个外人，倒是尽心尽力。有没有想过，你偷走是可能让你父亲、你弟弟，甚至整个学校覆灭的祸根？那女人已经把凤凰眼泪转交给克鲁格了，她正和黑巫师一谋复活黑魔王。不可能！克鲁格教授一直帮助我们，魏本也答应只是暂时借用，一定会还给我的。他们不是那种人。是不是？亲眼去看看就知道。等等，奶奶！啊，我果然是最美的。马库斯，你怎么突然？教授，家里出了急事，我现在非常需要凤凰眼泪，请你先把它还给我好吗？你先别急，出了事我帮你。不，这件事只能靠他解决。那滴眼泪是非常强大的古魔法遗物，关乎到学校的安危，请还给我。那么强，那得要回来我自己用才行啊！别急，马库斯，刚用它治好我的伤，还需要几次治疗就好了。你也不希望我受伤吧？哼，极魂水晶，这可是吸收魔力的宝物。你就是用凤凰眼泪和克鲁格交换了这个。伊拉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当然是来要回我的东西。你的东西？那可是最强巫师伊拉大师的凤凰眼泪。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，竟敢冒充那位传奇巫师！我说了，那是我的东西。马库斯，你看看。你这个小学妹已经疯到开始假扮你奶奶了，你还不……你怎么不说话？她和你们关系那么好，还精通古代魔法，难道她真的是……不，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死而复生！薇薇安教授，最后说一次，把凤凰眼泪还给我。还给你？送出去的东西哪有要回去的道理？马库斯，你说你会保护我，现在要为这个小丫头反悔吗？那是在我以为你真是一个热爱研究、温柔善良的女人之前。你都知道了，这可不能怪我，要怪就怪你太蠢了。稍微对你笑一笑，你就把传家宝都捧到我面前，现在东西早就没了，你永远也别想要了。处你武器！四分五裂！这就是首席的水平了，还没我当年做首席一半的力量。看清楚了，马库斯，他的弱点在这儿，原形毕露。好好看清楚，马库斯，这是高阶伪装咒，现在的他才是真正的他。凭什么？你个从地沟爬出来的泥巴种，居然敢抢走我的一切！你手头的一切本就是我的东西，趁我不在，还真把自己当女主人了。哼，马库斯，作为格里沃斯的长子，
你不准再被我牺牲的过去束缚，不准沉迷在幻象中，给我走出来！一切都是假的，我还以为真的有人像奶奶一样等我。不，马库斯，别听他的，我是薇薇安，你最仰慕的教授啊！不，这是一个偷窃我家宝物、戏耍我的骗子，昏昏倒地！对不起，奶奶，请您罚我吧。对不起，奶奶，全是我的错，是我轻信，是我愚蠢，把婚期亲手送了出去。格里沃斯家的人可以犯错，但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2次。知错能改，就还是我的好孙子。奶奶。堂堂天书第一大少，居然会下跪大哭，还哭得这么丑，这照片绝对能卖个好价钱。啊，欠揍什么？还给我！妈妈，你没事就好。我担心这小子冲动坏事，还是跟过来了。没事，马库斯做得很好。不过，凤凰眼泪是拿不回来了，他被投入了仪式，现在只差最后一件魂器，黑魔王就可能被唤醒。啊！奶奶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我已经算出最后一件魂器是时间沙漏，能逆转时间的魔法道具，但它太危险，一直被魔法部重重封印着。黑巫师想拿到没那么容易，但我们得想办法让他拿到手，这样他才会露面。妈妈，您的意思是用时间沙漏做诱饵，勾出黑巫师，彻底终止仪式？没错，我要去一趟魔法部。但是奶奶，您现在的外表是个18岁的小姑娘，魔法部那群老古董不会听您的话，必须有人和您一起去。奶奶，就让我陪你去。啊！我陪你去。我是天书特优生，也是格里沃斯家族的合法继承人之一。我去的话，魔法部会更容易接受。哟，小弟，你不是昨天刚跟我说不相信奶奶是奶奶吗？这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对付黑魔王。对，父亲身体没有恢复，大哥二哥又没和魔法部打过交道，这事当然是我最合适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好，莉安，你和我去吧。飞鹿粉，正确。飞鹿坐标，正确。妈妈，真的不用我一起去吗？奶奶，莉安她有时候脑子轴得很，还爱装酷。没事，他年纪最小，让他锻炼锻炼。哼，奶奶终于看到我的能力了。这次去魔法部，我一定要展现出实力，让他知道他的孙子已经不需要他牺牲自己来保护了。当年他选择抛弃我们去做英雄，是大错特错。莉安，是奶奶错了，你比奶奶强。打扮成这样，该像个高等巫师了吧？这孩子在干什么？当大人呢？飞鹿网连接好了，跟我来吧。魔法部。等下。这是哪儿？难道我念错目的地了？难道我犯了念错目的地这种低级错误？我不活了！啊，幸好我现在是年轻小姑娘，要是老胡头，起码断2根。飞鹿王老舅，出错很正常，没事，我们出去看看。美玲，杀了我吧！刚出门就犯错，奶奶还怎么信我？人不能跌倒2次，这才是舞台。
奶奶看好了。停！你们两个学生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先生，我有事要见你们领导。我是利安·格里沃斯，古代魔文特优生。利安·格里沃斯？喂，你听说过这名字吗？还古代魔文特优生，小说看多了吧？赶紧带走，以为闯进魔法部就能当英雄，回去写你们的毕业论文吧。一群瞎子！我可是发了 C 刊的顶级天才，你们连我都不认识吗？这孩子到底在干什么？哪个上班的会在乎学生论文啊？来人，把他俩赶出去！啊！大师，是您？您终于要加入魔法部了吗？司长大人，大师，司长，这位是？你们对我的贵客是什么态度？这位可是百年一遇的天才大师，这个月奖金别想，现在立刻向大师道歉。对不起，大师，我们有眼无珠，有眼无珠。无妨，塞缪尔司长，我这次来正是为了你们神秘事务司一直密切关注的事。您指的是黑魔法？请随我来这边详谈。不是吧？奶奶现在不也是学生吗？为什么在这儿也比不过奶奶啊？这是摄魂怪之吻残留物，还有那个，难道是传说中的傲慢诅咒？这些都是最昂贵的魔法道具。奶奶，这是魔法部最精密的保管库，不是自家客厅。您这是来过多少次啊？为了对抗黑魔王，后世确实收集了不少东西，可惜这些还远远不够。塞缪尔司长，我们在天书学院发现内部人员与黑巫师勾结，打算收集魂器唤醒黑魔王。消息可靠吗？我亲眼见过其中3件魂器，现在他们需要第4件时间沙漏。时间沙漏，这东西非常危险，但在魔法部的看管下，他们拿不走。但你们又怎么保证魔法部里没有内奸？我希望魔法部能配合天书学院，以举办竞赛为名，将时间沙漏作为最高奖项引蛇出洞，终止他们的计划。绝对不行！我尊敬您年少有为，但这不是儿戏。魔法部的人胆子就这么小吗？除非你能证明你有能力应对最坏的情况。我只是想解开这个谜题，向奶奶证明怎么会失败。要爆炸了，快退！好。无声无障，范围性强制镇定咒。我为刚才的质疑道歉，大师，您确实拥有守护他的实力。那么合作？合作！时间沙漏，我会亲自安排送往天书。但是大师，我再次诚挚邀请您，在这次事件结束后，正式加入神秘事务司。哼，以后再说。我不仅没帮到奶奶，还又一次成了她的累赘。真是愚蠢，李安，你明明长大了，竟还是把一切都搞砸了。你还要和司长谈事儿吧？看来不需要我了。这是时间厅的旧观测站，在这儿能看到过去的碎片。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先走了。但可惜，人们常常将碎片当作真相，并为此愤怒、伤心、耿耿于怀。当年，为了能研究出一种对抗黑魔王的魔法，我在这里待了整整6个月。时间厅的时间和现实时间流速不同，6个月是我生病却消失不见的6年。我以为你是故意不要我，一心研究怎么做英雄了。我以为尽快找到击败黑魔王的方法，才是对你们最长久的保护。李安，我不是抛弃你们去当什么英雄，
我只是一个选择了错误方式的母亲和奶奶。笨死了！是啊，所以才需要最聪明的小孙子帮我。好吧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奶奶，我们该回家收拾黑魔王了。走吧。司长，我们真的要把时间沙漏送往天书学院，还要举办什么狗屁青年魔法魁地奇大赛？最终目的是抓捕黑巫师。和平年代哪来的黑巫师？就为这俩小屁孩的胡言乱语，您就派上一整支队伍，给一场学校竞赛当保镖？我可没那闲工夫陪小孩子过家家。格里沃斯家族倒是有名有姓，这位布莱顿小姐哪儿来的乡巴佬，敢命令魔法部做事？年龄或许代表经验的多寡，但未必等同于能力的高低。至于任务，你们的司长已经决定了，你想反抗上级吗？好了，这次行动关乎重要安全事务，所有人打起精神，保持警惕。目标：天书学院。不知好歹的丫头，要是惹出事，魔法部第一个找你算账。你们发生什么了？学校紧急集合所有士少。听说魔法部来人了，一定有大事。是阿拉里克校长，他醒了。最伟大的白巫师终于苏醒了，学校要迎来新生了。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公开苏醒？难道知道我在为主人做事？这不可能，我隐藏的这么好。各位教授、同学们，多谢大家挂念，我终于醒了。这些日子，辛苦克鲁格教授代理校务，您能康复就是最大的喜讯。在我彻底康复前，还得继续辛苦你。为了庆祝这件喜事，我校将与魔法部联合举办一场魁地奇挑战赛。让我们有请魔法部司长塞缪尔先生。魔法部将提供珍贵的魔法道具10根沙漏作为冠军队伍的奖励。这魔力是珍品，最后的魂器，竟然自己送上门了。哼，果然上钩了。时间沙漏最关键的道具，真是天助我也！贝蒂，这场比赛一定要参加。父亲，我一定会拿到冠军，为家族争光。冠军不重要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你必须替我拿到时间沙漏。您的意思是？你去做指挥，挑选全校最狠、魔力最强的选手，组成球队参赛，务必干掉所有对手。我的好女儿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成为最强大的巫师。明白，父亲，我一定会。我也要参赛。啊？哼！你还知道回家，成天在学校给我丢人，还敢和你妹妹争冠军？姐姐，这可是父亲给我的任务。你一个连魁地奇都没碰过的倒数第一，凑什么热闹？不管是谁拿到冠军，只要最后赢的人姓布莱顿，不就好了吗？你一个养女，也好意思代表布莱顿？没错，不是我的女儿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机会拿到魂器。就你这种水平，只配给我捡球！就你这种水平，只配给我捡球！啊！好，你也参加吧。啊，父亲，他根本不懂魁地奇，怎么能让他参赛？贝蒂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别再让我失望。伊拉，你个捡来的泥巴种，真以为自己能抢走我的位置？赛场上等着瞧吧！
马库斯，为了时间沙漏的安全，我会制作一个复制品放在比赛场地。真正的沙漏，我要你交给一个绝对不起眼、绝对不会被怀疑的人秘密保管。是，奶奶。奶奶让我干活了，她终于信任我了。您放心，我已经找到了最合适的人选。扣，嘿嘿。贝蒂会长，所向披靡！看看那队伍，全是个院精英，这阵容怎么说？哇，贝蒂学姐好帅啊！一个人指挥这么多厉害的男生。这个叫贝蒂的学生，组织能力和气势都不错，他选的队员实战评分都很高。看来天书学院还是有拿得出手的人才的。讲好了，这才叫真正的冠军，寻我威仪。哇，会长太厉害了！还没开始就掌控全场。魔力控制得很精准，既有观赏性，又能体现实力。比赛还没开始，就急着证明自己能拿第一。奶奶随手一招，比这酷10000倍。奶奶才不会为了炫技浪费魔力呢。会长，赛前热身别忘了我呀！柯文少爷，你干什么？帮你活跃气氛嘛，看大家多开心呢！柯文少爷，你们队怎么回事？连个像样的指挥都没有？难道要靠一群无头苍蝇乱撞赢比赛吗？真的，柯文少爷怎么会连指挥都没有？虽然柯文是明星球手，但这次贝蒂会长赢定了。谁说他们需要指挥了？那不是倒数第一令阿布莱顿吗？柯文少爷的指挥是他。这泥巴种给柯文少爷下了什么迷药？天书第一明星球手怎么会让一个废物女人做指挥呢？哼，他还不是仗着会长杨姐的身份走后门参赛？看他那样，连扫帚都骑不好吧？谁说我是指挥？我是科文格里沃斯队伍的找球手。笑死了！找球手可是能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位置，不是走后门参赛就能自称找球手的。就他那垫底的飞行成绩，金色飞贼停在他面前他都抓不住吧？这下有看头了，废物泥巴种配上明星球队，格里沃斯要丢大脸了。比赛还没开始，他们怎么能这样诋毁妈妈？父亲，你现在是校长，别暴露了。父亲让你参赛又怎么样？我绝不能再让你抢走我的风头。裁判，我有异议。这飞行科垫底的废物，连扫帚都骑不稳，他凭什么当找球手？这绝对有黑幕。他凭什么当找球手？这绝对有黑幕。会长说的对，这泥巴种绝对是走后门混进来的。该不会是和格里沃斯家的二少爷达成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了吧？必须严查。哼，司长，这就是您说的能保护时间沙漏的天才，连基础飞行都不会，也配做巫师？大师他一定是不屑于学校考核。现在的小辈太没礼貌。我妈妈发明飞行扫帚时，你还没出生呢。要不是为了把比赛做真实，引黑巫师出现，奶奶才不会上场。但比赛再不开始，奶奶就真没耐心了。大哥，你还记得小时候奶奶被敌人这么挑衅后发生了什么吗？整个城市都重建了，光是记忆消除部都忙了1周。伊拉的资格核验已通过，比赛应该……我不服！连扫帚都拿不稳的废物，还是滚出球场吧！
干得好！你把种根本不配打魁地奇。你怎么敢？扫帚，你们要靠这玩意儿才能飞吗？不可能，从来没有任何巫师能凭空飞行。是真正的飞行术。这下我看谁还敢质疑我们队伍的实力。开始吧。好了，这可是彰显我们学校精神的比赛，大家做好准备，两支队伍预备，比赛开始！比赛开始！哼，没吃饭啊！ 3人包夹柯文，别让他靠近球门。击球手，有所球往那个女人方向打。谢了奶。伊拉，看我的！柯文队伍得10分，球，妈妈亲自指导，就是不一样。一般，没有我当年打得好。哼，放眼表演，一定能让你们更高兴。也就会打几个球，就这程度，还远远达不到天才。副队长，这只是大师掩人耳目的手段之一，继续看着吧。柯文少爷也太帅了，不愧是球场最闪耀的明星。没想到伊拉也那么帅，学生会长根本比不上他。之前一定是误会他了。我宣布，以后我就是他俩的球迷。父亲。 我绝不能让父亲失望。中场休息。喝下去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你们都必须赢。目前柯文队伍领先50分，下半场比赛开始。这些家伙。 是怎么回事？这些家伙是怎么回事？喂，你想杀人呐？老子干什么？这已经不是比赛了。啊，不对劲！贝蒂队伍的速度和力量比上半场至少提升了3倍。一个中场休息，不可能有这种变化，除非什么？除非用了禁药。司长，这难道是黑魔法？别轻举妄动，必须人赃俱获，才能找到黑巫师。哼，父亲不喜欢我用禁药，没关系，只要我赢了，他会原谅我。该死！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就输了。奶奶，我要怎么办？别怕，有我。那是我的。抱歉，你们输了。伊拉抓住金色飞贼，柯文队伍得150分，比赛结束，柯文队获胜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都用了那个东西，你这个吊车尾，凭什么赢我？哼，想知道为什么？第一，你的队员力量变强了，脑子却还是和你一样笨。第二，你太急了，这么早就把底牌亮出来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在作弊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你根本不配当我的对手。你一个养女，有什么资格和我这样说话？兄，输不起。没实力就别参赛，这话是你说的吧？贝蒂布莱顿，我们怀疑你在比赛中使用了违禁药剂，带走进行魔力检测。你们不能抓我！就说他在我是突然变成天哪！学生会长为了赢居然使用禁药，他不是最厉害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就说他最近怎么突然变强了，
原来是作弊！要不是以为他真是天才，我才不会做他的跟班。嘿，父亲，我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，救我啊，父亲！伊拉，我的好女儿，你太棒了！父亲，你为布莱顿家族争光了，快和魔法部的大人们领奖！父亲对我彻底失望了。父亲，不要抛弃我！现在，为冠军颁发本次大赛的奖品。时间沙漏，快，我的好女儿，把奖品拿过来，给我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当然要交给父亲保管。这个奖品是我的，但这么危险的东西不该留在世上，我要毁了它。你敢？住手！把它给我！这是我赢的，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你这个不孝女！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居然敢违抗我！养我？天书养你这么多年，你却恩将仇报，和黑暗勾结，你对得起当年救你的那个人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究竟是谁？都到这个时候，我是谁还重要吗？父亲，认罪吧。专心顽固！克鲁格布莱登，你居然使用不可饶恕咒，证据确凿！魔法部所有人抓住他！红瞳四化，障碍重重，火焰熊熊。戴利校长竟然在用黑魔法，我们都被骗了！快跑！原来伊拉早就看出他养父不对劲。天啊，布莱顿一家都是疯子！克鲁格，你敢动我吗？父亲，冷静，魔法局在处理。为了主人，为了我布莱顿家族的未来，把魂器给我！怎么回事？都演到这个程度了，黑巫师还没上钩吗？司长，您在等什么？克鲁格不就是我们要抓的黑巫师吗？不，我们真正要抓的人，比他重要的多，他应该会出现的。为什么？原来你们想用这招骗主人露面，愚蠢！主人早就不需要仪式，最后一阵魂器一定已经成功了。主人，黑魔王大人，您终于要归来了。马库斯，最后一件魂器你让谁保管了？是桑德斯教授，他是整个学校最不起眼的教师，没人会注意到他，魂器不可能丢。不好，如果黑巫师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桑德斯，调虎离山，快联系他！桑德斯教授，听到请回答。教授，教授一定是在神奇动物保护区，那里很难呼救，我这就过去。桑德斯，怎么，你受伤了？黑巫师袭击了你吗？教授，站在原地别动！你身上的血是怎么回事？教授，说话！主人，我的主人，你终于苏醒了！那不是桑德斯，是黑魔王。桑德斯就是黑巫师，他已经靠他的身体复活了。那
个泥巴种在说什么疯话？黑巫师，黑魔王，他们不是早就被封印了吗？桑德斯教授怎么可能是黑武士？他可是学校最关心学生的教授啊！桑德斯啊，你到底是谁？天虚学院的各位，现在是1级警备状态，请各位尽快撤离。逃？想往哪儿逃？你就是我新的仆人。是的，主人，求您眷顾我的家族，我愿为你而……蠢货，都做我的奴仆了，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吗？5年了，被那可恨的圣光封印在无尽的黑暗里。这具身体虽然平庸，但足够承载我的力量。干了什么？桑德斯就是黑巫师，而我居然把真正的魂器给了他。法库斯，奶奶，对不起，我又犯错了。不怪你，没人会发现真正的黑暗就在身边。现在只有打倒他这一条路。不管你是谁，立刻束手就擒！魔法部，还有这所讨厌的学校，今天我要全部毁掉。这个小姑娘有点意思。你身上有股让我很不舒服的熟悉感。黑魔王，前世今生，我们的仇恨是时候终结了。魔法部所有人攻击，制服黑魔王！太弱了。铁甲护身！司长，他太强了，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蝼蚁的挣扎无趣，今天你们学校来庆祝我苏醒吧！妈妈，您退后，让我来。都是他，这个天书的学生搞什么比赛，引出了黑魔王。没错，司长就是听了他的鬼话，没本事招惹什么黑魔王啊！你的计划就是让黑魔王在学校里恢复力量，然后让我们魔法部来送死吗？住口！黑魔法本就是魔法部该负责的事，要不是我的学生发现黑巫师，黑魔王早就苏醒，祸乱整个世界了。计划是他提出的没错，但决定配合的是魔法部。现在出了事，就想把责任推给一个学生，打不过黑魔王就把锅甩在我们头上，一群大人还要不要脸？魔法部的真面目，就是一群流氓。有趣，真有趣。小姑娘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，值得格里沃斯家族这么维护？过来，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。哼，藏头露尾，寄生他人身体的懦夫，也配让我过去？你的对手是我。呵呵，狂妄！格里沃斯校长，管好你的学生，还有你们几个，都退后！伊拉布莱顿，我现在以魔法部副队长的身份命令你，立刻解除武装，接受调查。我怀疑你与黑魔王早有勾结，这一切都是你们的阴谋。对，他也是黑巫师，不然他怎么知道那么多？
还非要搞什么比赛？说不定魂器就是他偷偷给黑巫师的。贼喊捉贼！立刻放下魔杖，否则我将视你为黑魔王的同党，就地逮捕。哈哈哈哈哈！英才，不用我动手，你们自己就先打起来了。这复活后的第一出戏，还真是有趣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别管魔法部，格里沃斯家的人最后不准学生。爸爸，这是命令。我说了，你的对手是我。呵呵，这光盾，那这种纯净到令人作呕的光明属性，还有这施法手势，啊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是你，该死的最强巫师！看来你还没忘记对封印的滋味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伊拉格里沃斯，是你，居然真的是你！你没死，变成了这副可笑模样！什么？怎么会？什么最强巫师？伊拉格里沃斯是魔法界的传奇，5年前就已经牺牲了。黑魔王是疯了吗？看，果然和黑魔王认识，他们是一伙的。黑魔王都叫他名字了，他就是黑巫师。格里沃斯家是在包庇他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是你！你怎么弱了这么多？这弱小的魔力，这可笑的身体，你就凭现在这点力量，还能再次封印我吗？奶奶，不，奶奶现在的身体撑不了多久。你们眼瞎了吗？他在拼命，你们还在那里胡说八道。拼命？又开始演戏？黑魔王怎么不对他下死手？分明是故意做给我们看。伊拉格里沃斯，看看这群蠢货，你为什么还要守护他们？既然你这么喜欢这所学校，那我就在你面前把它彻底毁掉。这么喜欢这所学校，那我就在你面前把它彻底毁掉。是最强大的黑魔法，不，都是你引来的，一只灾星！我们完了，魔法部和天书学院都要被他害死了。天书庇护，起！黑魔王，这一次你休想再碰我的学校！他居然挡住了攻击，一个人。这魔法阵的规模，绝不是普通巫师能召唤的。不可能，他就是个沾染黑魔法的泥巴种，怎么会有魔力对抗黑魔王？为死挣扎，我看你能撑多久！大师，是他！我早说过，他是100年不1000年难遇的魔法奇才，看到了吗？他在保护所有人。现在信了吗？一群眼瞎的白眼狼！奶奶！奶奶，不行，他撑不住的，阵法消耗太大。妈妈，你怎么又自己扛起一切了？看来还是得用那招。看来还是得用那招。孩子们，能再次看到你们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奶奶，您这是不？您又想牺牲自己吗？好不容易才又见到奶奶，我才不要！黑魔王，尝尝你最喜欢的封印咒吧！古纳拉，巴拉巴拉！不，奶奶，我说过，我是格里沃斯家的长子，绝不会再看家人牺牲，铁甲护身。奶奶，这次换我们保护你。奶奶，我不会再让你抛弃我们了。妈妈，您看清楚，您的儿子和孙子都长大，这次我们一起扛。阴书的孩子们，随我加固防护。开什么玩笑？
不能让一个倒数第一在前面拼命，我们天书没人了吗？就是，伊拉上次魔药课还把干锅炸了呢，他都能上，我们凭什么躲着？魔法部要是还有点用，就一起上啊！格温，你的偏见差点害死所有人，现在保护民众，协助防御。神秘事务司，支援魔力供给，快！什么？死去蝼蚁，你敢没逃，还敢反抗我？我明白，原来真正的力量不是牺牲，而是爱。黑魔王，你看好了，这才是真正能让你醒悟的魔法。这魔法的名字叫爱，啦啦吧啦吧啦，爱。这感觉是最纯净、最高阶的圣光魔法。这是传说中的手部意志实体化。不，绝不是封印咒！我研究了5年，要怎么破封印咒？可你居然发明了新的咒语！不！那个魔力，我在魔法史课本上见过。5年前，封印黑魔王的最强白巫师大人，没错，就是他。只有那位大人，最强巫师，我们的剑校校长伊拉格里沃斯才能使出的魔法。伊拉格里沃斯？这不可能！伊拉布莱顿怎么会是那位传奇、那位英雄牺牲的最强巫师？难道这是魔法奇迹？伊拉大人降生到了同名的伊拉身上，而我们却一直在骂他是泥巴种。我真该死啊！校长大人，您的归来是天书真正的幸运。最强巫师，我到底干了什么？大师，不，格里沃斯阁下，真的是您！伊拉大人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请您原谅。伊拉校长，伊拉校长回来了！最强巫师，我们的传奇！妈妈，还想让您重生后做学生，结果还是被发现了。可我终于能正大光明叫您了，妈妈。傻孩子，过来。奶奶。在过去黑暗的日子里，一位传奇牺牲自我，换来了5年和平。而就在我们要被新的黑暗吞噬时，这位传奇再一次回到我们身边，守护了所有人。现在，让我们恭迎天书学院真正的创始人，我们最伟大的守护者——我的母亲，伊拉格里沃斯校长。
迎你回家。奶奶，妈妈，这三大少爷和校长大人竟然在给一个18岁的少女鞠躬。我的大脑直到现在都没接受伊拉就是那位伊拉大人啊！臭小子们，我是不是说了要低调？疼，妈妈，我不是想着给您立人设吗？格里沃斯校长，魔法部再次邀请您担任终身荣誉顾问。您的智慧和力量是魔法界的瑰宝。塞缪尔，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现在的责任在这里。天书学院，我的这些孩子们更需要我。奶奶，您现在可没法低调了，毕竟，你有这么帅的3个孙子，还怎么低调啊？奶奶，二哥太蠢，你以后信我就好。易安，你也搞这套？奶奶，别管他们，我才是你最好的孙子。看来我还不能退休，还有3个不听话的孙子等着我指导呢。就这样，格里沃斯一家和学院的师生们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Vai quicando, vai jogando, não pede a razão no batidão, só por atento. Ela só no banheiro, linda, perigosa, rouba meu coração.